各位，华西临床医院的那位陈同学啊，最终还是走了。今天凌晨1点25分啊，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官方微博发布公告啊，说这位陈同学于昨天晚上22点08分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又是一个半夜鸡叫式的公告啊！要知道，这位陈同学是昨天晚上22点08分去世，但是公告呢是1点25分，这中间差了3个多小时。我看了一下，那公告内容就几十个字，说实在的，几分钟就写好了，那足足拖了3个多小时啊，拖到了后半夜。为什么要拖到后半夜啊？其实他们的心里小九九我是明白的，就是希望全国人民都睡了。他发这个公告，你们别看，你们尽量别看，你们好好睡吧，别再关心我们这个陈同学的死了，是吧？他们的心里就是这个。但是说实在的啊，这个阴谋没得逞。就他们这个公告啊，到我今天下午开始录节目的时候，转发已经1万多条了，评论6、7千呢。这些转发和评论里面呢，大致就是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肯定是悼念陈同学了，希望他一路走好。陈同学今年才23岁啊，大好年华的一个年轻人就去世了，肯定是非常令人惋惜。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都是一些学医的人，这个医生界的人开始质疑华西医学院的做法。因为从昨天开始，关于这个陈同学啊，围绕他是否还活着，他该怎样进行救助啊，在网上已经形成了热议，已经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已经变成了社会热点。但是医生当时的质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位陈同学啊，事实上不是死于昨天晚上的22点08分，他早就死了。但是华西医学科学院呢，不让他死，就在折腾他。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陈同学啊，是在12月13号晚上8点20分左右心脏骤停的，然后呢就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去了。当时网上就开始流传消息了，说这位陈同学啊是因为阳性了，连续3天医院还得让他工作，最后呢是因为过度疲劳啊导致脑干出血，然后就去世了。说华西医科医学院呢，在14号的下午4点钟就赶紧发了一个通告，这通告的内容主要是2条。说第一啊，人没死，人还活着呢，你们不要乱说这个陈同学死了啊！你要是乱说，我告诉你寻衅滋事啊，对吧？第二，就讲这陈同学啊，不是像你们晚上传的那样，什么阳了3天。事实上，12月13号这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这位陈同学啊，打卡健康卡还是正常的，下午5点钟自行离开。5点20几分的时候，觉得身体不适，然后去到本院职工通道的急诊那里去看病去了，拿了药。回宿舍休息啊，然后到晚上8点20的时候呢，一下子突然这个就是心脏骤停了，他的同学开始抢救，然后打120把他送到了急诊室，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他这个其实公告内容里头本身也有一些信息隐瞒。就在12月13号、12月14号这一天，就是澎湃新闻就给这个华西医学院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就问这陈同学的事儿。当时他们说的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这位陈同学不是连续阳了3天，他是12月13号下午阳的，发烧的。第一，这个学生没有去世；第二，也并不是在网络上说的他发烧3天了，还在那个坚持上班。他是实际是当天下午才发烧的。然后第三，这个娃娃现在还在持续抢救中。但是这个细节，你现在看华西临床医学院的2次公告里头，通通没有。也就是说，其实这位陈同学啊，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确实是阳了，确实是发烧了。所以他为什么会心源性猝死啊？很多医生就说了嘛，心源性猝死的原因是：第一，他是过度劳累；第二，他是因为导致了爆发性的心肌炎嘛，因为病毒感染呢。这2个因素缺一不可啊。如果他不是感染了病毒，那么他其实过分劳累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导致爆发性心肌炎。所以你看华西医学院的这个公告里面非常狡猾，他没有提这位陈同学当时已经阳了、已经发烧的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令人气愤的是，当时就有一个医生在他第2次通告里头讲，他说：“你们自己睁开眼睛看一看，陈同学到底是什么时间死的？”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这个陈同学12月14号，这个华西医学院啊公布他还没死的时候，其实当时在网上已经流传了一份这位陈同学在 ICU 抢救过程中间的身体检查报告单。
这个身体检查报告单里头有一项指标啊，叫什么氧分差啊，我不太懂啊。这个学医的人好像都知道，低于60的话，这器官早就衰竭了。但是这位陈同学当时是多少呢？是11，说实在已经没有任何抢救价值了。但是华西医学科学院就是不停的在抢救这位陈同学。怎么抢救呢？就用一种机械的按压，就不停的按压他的这个胸啊，就是希望他能够，比如说从心跳重新开始跳啊。但实际上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早就没有抢救价值了。他就是不想让公众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一直抢救了10几个小时，然后直到昨天晚上22点08分才宣布这个陈同学死了。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有意安排的，就是安排到快到午夜12点的时候他死，然后过了午夜12点半夜的时候发公告嘛，对吧？而且这个事情做的有什么不妥呢？学医的人都知道，那么按压胸口啊，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肋骨全碎了。本来陈同学去世已经是一个不幸事件了，但是你把他肋骨再压碎，你想一想，你是对他的尊重吗？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时候还要不停地往他身体里输液，由于他已经不能排便了，他的遗体会肿得面目皆非，所以很多医生啊都非常愤怒，就认为华西医学科学院的这种做法不人道。说实在的，这种做法你看到了吗？跟李文亮当时去世的时候啊，那个做法一模一样。李文亮当时一听说传言他去世了，全国的媒体很多人就赶到了李文亮工作的医院。李文亮的医院说慢，李文亮医生没死，我们还在抢救，知道了吗？其实那个抢救模式跟这一次抢救陈同学是一模一样的，搞那个什么体外循环呐，然后搞机械按压呀，一直把他弄到后半夜，然后宣布李文亮医生死了。为什么要这么搞？就是等你们大家睡了，我们当时知道李文亮的死引起了全民的愤怒，于是不能在全民呢情绪在共鸣的时候宣布李文亮死了，必须要等你们已经睡着了，很多人已经熬不住了，然后我再宣布李文亮的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动机吗？所以李文亮直到死，他的遗体还被有关部门当作工具，真是可悲呀！如果这些人能够把这个控制舆论的这个精神头啊，能够拿来控制疫情的话，中国也不至于这样，是不是？其实陈同学也是如此啊，死了之后，遗体也被这些人当做了工具。话说陈同学啊是山西大同人，2022年的这个华西临床医学院的研究生，叫专业硕士，是吧？今年23岁。其实我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什么叫做专业硕士？其实中国的临床医学生啊分为2类，一类叫学硕，一类叫专硕。所谓学硕，就是你以学术为主，你上硕士的时候，你不需要到医院去做规培，你只要在学校里的实验室里杀老鼠、养老鼠、写论文，你即便去医院，可能也做一些统计工作，不需要承担医院科室的那些临床工作。那么专业硕士呢不一样，你需要在医院里做规培，同时你还要写论文，这就叫专业硕士啊。那么专业硕士这个规培是什么呢？我这里又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了。所谓的规培制度就是规范化培训的意思。那么这个制度呢是从欧美这些国家引进的。大家都知道啊，医学这个专业特别特殊，就是说它的临床经验有的时候啊非常非常重要。你课本里学了再多的知识，说实在的，你不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间去具体的去学习没有用。比如告诉你100遍你怎么在心脏做手术，你到了手术室让你做手术，你敢做吗？你肯定是不敢做。你必须得有一个医生带着你进手术室，从看开始，然后从2柱开始做起，然后做到1柱，然后做完1柱之后辅助医生做手术，你才能说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这就是临床医学的特殊性。由于我们过去没有这个制度呢，就使得很多的医生毕业之后都是到了医院之后，医院自行培养。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医院没有问题，比如说像协和呀、华西呀，甚至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几大医院体系吧，他们自己在培训自己的医生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你来了以后，你从住院医师先开始干起，你就是给那些年资高的医生去当助手嘛。但是有很多比较差的医院，基层医院，他们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于是这些医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说实在的就没有学习的机会，就导致了
中国的这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啊，实际上水平很低，那么经常误诊啊，出医疗事故啊，跟这个有关。那么后来呢，就是国家就从欧美这些国家开始引进这个经验啊，就是你所有的医生，你从临床医学院毕业了之后，你必须要经过有规培资质的医院进行规培。这个规培啊，一共是33个月，你要在33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医院里所有的科室都转一遍，内科呀、外科呀、什么骨科啊，你要看你尽可能看到的很多的病例，要跟着这些医生去学习，遇到这样的病例，你可以怎么去处理？因为这些大医院嘛，病例比较多嘛，那么处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嘛。那么经过这样一个规培之后，你再出来，你就可以基本独立执业了。这就是规培制度的来源啊。那么专业硕士啊，它其实比较特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规培分为3类，一类是你这个临床医学院毕业了，你可能找到一个医院去工作，你到了这个医院工作，医院知道你不能独立执业，就先让你去规培，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找到工作，那你就先去找一个医院去规培，规培完了之后你再找医院，再找工作啊，这是第二种。第3种就是说专业硕士的规培。专业硕士呢，就是你一方面要做论文，另外一方面你还要做规培。所以专业硕士啊，在所有的规培系统里头，它是最累的，因为它一方面要做规培嘛，33个月转完所有的科室，同时它还要做学术论文。更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规培，咱们国家现在实际上法律是有规定的，政府也不管。就规培这些规培生啊，在医院里面，他们是收入跟那个普通的医生比起来呢，他要低一些，但是国家给他们一些补助，但是他低的不是那么多。就我们的了解啊，这个规培医生的收入在全国范围内4000到8000这么一个范围，但是这个专业硕士啊，他们的收入呢就低多了。像这个华西医学院的这个学生啊，专业硕士啊，一个月的收入就是800块钱，再加上450块钱的餐补，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出头，而且他自己还要交学费。那么于是乎呢，这些专业硕士的学生呢，就一方面要承担规培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职责，另外一方面收入又特别低，所以就成了整个医院体系中间最苦最累的这么一个群体。大家都知道，最近国内的疫情放开了，此时此刻中国的这个公立医院呢，有点类似于2020年的时候的武汉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医院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呢，各个科室其实各种基础病的人也又重新涌到医院，再加上疫情这个叠加效应，所以医院现在人手都不够。那么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各个医院都要求医生满负荷工作，而专业硕士在这个时候呢也格外的辛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专业硕士呢就开始非常不满。也就是在陈同学去世前的2天，12月11号，这华西临床医学院的专业硕士就自己开始游行了。拒绝威胁，要求返乡，不补规培，拒绝威胁。自愿返乡，不要威胁，同工同酬，拒绝商量。自愿返乡，不要威胁。但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你们这样好的就能解决问题吗？还是需要有一个商量？可能也是受了当时这个白纸运动的启发他们就一开始的游行喊这个口号，喊的什么口号呢？喊的说要自愿返乡，要应返尽返。第二个口号就要同工同酬。这所谓的自愿返乡指的就是说，现在全国各地很多高校都允许学生离开自己的学校，回到家里头是线上去上课考试有的是缓考，有的是在线上考试，是吧？那这些专业硕士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是吧？另外一个呢，就希望能够在医院里干活的时候能够同工同酬，不要给他们太少的工资。同工同酬，同工同酬，应返尽返，应返尽返，不补规培，不补规培，拒绝威胁，拒绝威胁，同工同酬。当时华西医学科院的这个专业硕士这么游行就引来了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学校的专业硕士的共鸣你看
苏州的、重庆的、昆明的、广州的，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些学校的学生都在上街游行。所谓的街其实都是指学校内部啊，就是喊的这个口号全是差不多就是这2条，第一要求返乡，第二呢要求同工同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个人倒觉得啊，就是说学生的要求肯定有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专业硕士觉得在医院里面啊就备受歧视，是吧？有的呢连 N95 口罩都不给发，那么人家正式的医生上岗给发 N95 口罩，但是这学生呢，你要用 N95 口罩的话，你得自己买。但是同时又让这些学生呢，专业硕士的学生呢，干着跟医生差不多的工作。有的医院甚至规定，这些硕士生啊，这专业硕士生实习的护士啊，连那医生走的电梯都不让走。那我觉得这是很过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确实有很多地方的专业硕士收入太低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学生啊，一个月只有1000块钱出头。就我们所知呢，全国各地的专业硕士收入水平其实相差很大。有的医院呢，就给这些专业硕士啊，收入还差不多。比如说广州，我了解的情况，有的地方呢，就一个月这些学生可以拿到3000块钱出头。那他们这个起义呀、造反呐，这个动力就没有那么强。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月只拿个1000把块钱，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上学还要交学费，所以他们呢确实是怨言比较大啊。这个确实待遇需要提高，我个人觉得。但是我在这里也要讲一下，这些学生本身在这个时候要求返乡啊，又要求这个同工同酬啊，这2个要求之间，你细品一下，其实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要求同工同酬，说白了你就要求规培生一样啊。但规培生跟专业硕士不同的是，规培生实际上医院是把它当作正式医生对待的，就是你拿了医生资格证。但是在疫情这么高涨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要面对大量的病人涌入医院的情况下，其实规培生是没有权利要求在这个时候离岗的。现在很多医院都是要求阳性的，你轻症的，或者说你没有症状的，也要上班，对不对？因为这没有办法，对于医生来说，疫情来临，这就相当于战场一样，那医生就是战士嘛。在这种情况下，你哪个医生能说我要求离岗呢？不可能。那么如果你要是把自己定义为学生，你当然可以离岗。你说我就是硕士嘛，我就是学习的嘛。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求同工同酬就不那么合理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岗位职责啊，跟你的收入报酬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认定为你是学生，就是到这学习的，我不需要承担那个医生的职责，那你其实就不能要求同工同酬。所以我觉得这些学生的要求本身呢，也是充满了一些矛盾的。这是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当然，我是赞成给这些专业硕士的学生适当的提高报酬的，甚至政府也应该考虑到，就是这些专业硕士的学生，他们进行的规培，跟那些正式的规培生本身也应该有相同的拨款的财政资助。你不能让这些专业硕士一方面的规培的同时又拿不到规培生的同样的补助，这我是认同的。但是既然你做了规培医生这个职责啊，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要求返乡了。当然，专业硕士其实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呢？就你什么时间你考过了医生执业资格证，因为这个特别重要。当你没有考过医生执业资格证的时候，你就叫医学生，你确实是个学生，对不对？这个时候说白了，你要求返乡啊，应该说是很有道理。但是当你考过了医生执业资格证，你就是一名医生了。在疫情当下的此时此刻，说白了，你不应该要求这个时候返乡。同学们觉得这段时间你需要回家居家学习，还是在学校继续学习都可以。大家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你觉得我在这儿更方便，那你就在华西学习；你觉得我要回家，那你就回家，都没有问题，好不好？那么可能大家觉得，那我是一个规培的学生，我也是个专硕的学生，是吧？那我回去以后，那我后面那要延长，那肯定去毕业的时候就要延长时间嘛。在这儿，我想呢，根据每个同学的实际情况，如果说你以后想当一个心内科的医生，那么刚好你现在作为内科的规培生，你心内科可能还没有去转，对吧？按理说我后面补一补，那你就补嘛。
比如说我不去当心内科的医生，我现在心内科还没有赚，我这儿就明确宣布，好不好？这第二条，如何去实行这点呢？听老师说完好。我说了就算了，好不好？因为大家有个需求，你们想回去就回去就行了，没有关系，好不好？其实全国大学生啊，前一段时间有很多都在要求返乡啊，武大的学生啊，还有很多大学的学生啊，我没做节目啊。其实我的母校嘛，武大的学生那天他们去行政楼前去要求返乡的时候，我也看了那个视频。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学生要求返乡这件事情啊，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微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啊，应该要求的是什么？要求自由，反对封锁，要求拥有不受这个学校啊随便约束自己的权利。但你要求返乡，在我内心呢，跟我期待的大学生那个角色其实是有一点距离的。因为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其实掌握现代的医学知识啊，包括不说医学知识了，你掌握一些信息搜索的能力，你都应该知道当下的奥密克戎啊，毒性没有那么高了，风险也没有那么大了。你应该要求的是解封啊，你回家干嘛？而且武大的那些学生，有些人回家之后要求线上考试，不要求什么缓考。我就看到武大有一个老师说了，在网上就说了，他说我坚决反对，我就要求线下考试，我不进行线上考试。你要考试就考试，你不考试拉倒。如果学校制裁我，我就顶着。我觉得这个老师说的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大学生不应该争取一个不学习的权利，对不对？你回家，你为了躲避疫情，然后你这个打着幌子不学习，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确实跟我期待的那个大学生啊，那个形象有差别。这话说的有点远了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医学生，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更多的确实应该冲上去，而不是应该退回来。但是冲上去的同时，医院也应该保护这些医学生的最基本的权利。比如说，他们一旦阳了，他们应该享受跟医院职工的同等待遇，是吧？你比如说他休息之后可能给人一些补助，因为他是在医院里头阳的嘛，因为工作场所嘛，对不对？如果他们请假的话，那也应该享受到医院医生的权利，在这种特定的时期。与此同时，学校也好，社会也好，包括国家也好，此时此刻应该号召这些有医学生，包括拿到资格证的和没拿到资格证的学生，都应该在此时此刻尽量的留在工作岗位上，因为未来的1个月啊，中国可能要面临大面积的疫情冲击啊。如果这些医学生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去了，其实对医疗资源也是一个浪费。但是我就说，这些学生在留在这个岗位上的时候，必须要保证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说句实话啊，这个陈同学的死啊，确实是非常令人痛心。但是呢，往往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极端的事件啊，才会凸显出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应该说，陈同学的死暴露了我们专业硕士啊培训体系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社会群体啊，一方面要规培，另外一方面要做论文，确实在整个医学培养体系中呢，他们是最辛苦的一部分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更多的关爱，让他们不至于付出血和汗的同时呢，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好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